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今天我们来聊聊今天引爆网络的热议事件——湛江在凌晨的时候，家长不在家的情况下，孩子被抽血事件。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做通就是居民的工作的话呢，我们也会邀请就是说民警跟我们一起联合，因为这个涉及到公共安全的事件的。去到之后呢，才发现就是说是2个小朋友，所以呢，我们也是小朋友同意之后呢，我们就进行那个抽血采样。那天我们近乎是通宵工作，我们其实是抽了很多户，可能也有10来户，因为采样也需要时间的。当时也是担心就是这个疫情怕扩散。那当时孩子有跟你们说过他之前做过手术，或者说有晕血这种事情？孩子没有说，当时可能害羞，或者说他们自己本来也没有提起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就当做就是正常的完成这个采样流程，我们就离开了。既然反映小朋友不舒服，所以我们呢也马上就是联系非常专业的那个儿科医生，我们是一起就是上门就跟这个家属说明清楚情况。这件事情发发生在8月4号的凌晨，事发在广东省湛江市。我们从视频中也能够看到这是2个孩子独自在家，应该是在一个出租屋的里边。大的孩子呢，感觉上初中，小的呢可能正在上小学。母亲的话呢，应该是一个单身的母亲。后来她自己在采访中也爆料了，她自己正在外边上夜班，肯定是2个孩子都已经习惯了妈妈晚上呢不在家，所以的话会开着一个摄像头。这个情况呢，也正是被家中的摄像头录下来。当天凌晨1点30分的时候，一队由村委会工作人员、医护人员还有民警组成的队伍就出现了在这栋楼的楼下。他们直接找到了房东，在房东的带领下，这群楼就直接上楼了，然后用钥匙就开了门。大家想象的这个场景非常的可怕。你看家里没有大人，然后2个孩子已经入睡了，在睡梦中然后就被叫醒了，然后一睁眼就是屋子里闯进来了一群陌生人。其实我们隔着屏幕看着都感觉有点心疼，尤其是为人父母的。就在视频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些人除了民警好像是穿了那个制服的，其他人甚至都没有制服。而且抽血的时候这个抽血的人连手套都没有戴。有网友还说那这2个孩子你也可以拒绝呀。可是我就觉得这样的评论就完全没有设身处地的想一下，这2个孩子也不是说大人嘛，看着年龄也不大。你想一睁眼半醒的，刚被叫醒，家里闯进来这么一大群陌生人，然后都是大人，然后就说阿姨你要抽血，我们是社区的，就只能顺从的让他抽了呗。所以很多网友就猜测，就大概率这2个孩子一开始肯定是刚醒了的时候是很懵的。虽然这些上门人员他们也会解释说自己是谁来干什么，但是你看大部分人都穿着便装，就算有一位民警穿着制服但大部分人你看都是穿着很随意的衣服。这孩子看着这么一些人肯定是有点惊慌的，也正是这种惊慌和慌乱让他们显得格外顺从。所以在后来的这个录音采访中这工作人员说他们认为是2个孩子同意之下的状况下为他们抽的血。去到之后呢，才发现就是说是2个小朋友，所以呢，我们也是小朋友同意之后呢，我们就进行那个抽血采样。其实你想想，在那样的一个情景、那样的一个状况下，这2个孩子他有可能不同意吗？那为什么给2个孩子抽血呢？起因就是因为男孩因为前一天发烧去过诊所，被确定为疑似病例。就因为这么一个去诊所的行为，导致半夜上门抽血。你说这哪一个家长想起来不是细思极恐？在抽血完成之后，工作人员就迅速离开了，整个过程大概持续了20分钟左右。但是你想，对孩子们来说，这20分钟的经历或许将在他们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后来家长就说抽血几日之后，这孩子仍有头晕等等不适的症状你想就这个单亲母亲，他后来凌晨早上下班了，回到家里看到这2个受惊的孩子，然后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再看看监控录像，我想他的情绪在那一刻应该是崩溃的。这每个人都能理解。你想他作为一个母亲，他可能当时最大的痛苦和自责就在于在这起事件中他无力保护自己的孩子，对，他应该感到自己那种深深的无能的自责。这件事儿被媒体报道之后，就立刻引发了舆论的轩然大波那面对质疑呢，相关部门也给出了他们的解释。就霞山区的卫生健康局发布通报，就说就8月3号到4号期间，当地突发鸡孔肯雅热这种疫情已经确诊了四例病例。最近广东人防蚊有多硬核？物理、化学、生物全上。鸡孔肯雅热这种靠伊蚊传播的病毒会引发高烧、关节剧痛，因境外输入病例增多，已在局部形成传播风险。
广东各地防控大招迭出，佛山1万多条灭蚊鱼上岗，靠生物链生态灭蚊，投放绝育雄蚊，以蚊灭蚊，下水道全部封口。顺德全镇傍晚6点喷洒杀虫剂，精准掐灭蚊群，交配高峰，还借无人机喷雾巡查、热力图分析，锁定楼顶积水等隐患点消杀。广州开展专项行动周，阳江组织社区排查，同步清剿痰罐、花盆等蚊虫滋生地，织密防护网。那涉事的这个男孩呢，因为发烧到诊所就诊，根据症状就被上报为疑似病例。按照传染病防控的要求，需要在48小时之内完成血液检测，以确定诊断哈。所以卫生部门说啊，他们多次拨打了这个家长电话都没有办法接通，又因为涉及公共安全和疫情防控的紧迫性，所以就联合公安部门采取了紧急措施。官方就强调，这个行动是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第39条的授权行为的，属于法律规定的强制措施范围，是合法合规的。他们将这次行动呢定义为定性是无奈之举，称是为了及时阻断传播链，保护更多人的健康安全啊。目前这个事件引起了多个部门的关注了，已经，湛江市的卫健委已经介入了调查，要求霞山区卫健局全面调查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同时他们也安排了专业的儿科医生对2个孩子进行持续的这个健康监测和心理疏导哈。以上就是截止目前这个事的整体进展情况。要客观评判这次事件的合理性首先就必须深入了解一下这个鸡孔肯雅热这种疾病的真实的面貌到底是什么呀？鸡孔肯雅热是一种蚊媒病毒性疾病，这个名字来源于马孔德语，意思就是痛的会将身体弯起来，形象的就描述了这个患者在关节疼痛的时候这个严重的程度。这种病毒的病原体是披膜病毒科甲病毒属的曲弓病病毒，主要以猴子狒狒和人类作为宿主哈。那从传播机制来看，鸡孔肯雅热主要是通过这个伊蚊来进行叮咬来传播的，特别是这个埃及的伊蚊和白纹伊蚊，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特征哈，因为它就意味着这种疾病它不会像新冠肺炎那样通过飞沫或者直接在人与人之间来进行传播。那这个伊蚊的活动呢有明显的时间规律，叮咬的高峰时期是早晨的7点到9点，还有傍晚的17点到19点。那这个生物学的特征就告诉我们就是在凌晨1点30分的时候，这个蚊媒它传播的风险实际上是处于一天中的最低点。从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来看鸡孔肯雅热的这个临床表现是相对温和的就患者呢在感染这个病原体2到12天之内会出现症状，主要就包括发热皮疹多发性的这种关节炎，其他的可能症状包括头痛、肌肉痛、关节肿胀红疹眼部炎症恶心、呕吐症状较多，但是好在就它致死率是非常低的，约为0.1%。主要影响的是那些体质极弱的这个患者，比如非常年幼的儿童高龄老人或者患有严重基础病的这个人群。那对于健康的人群和儿童和成年人来说那这个疾病通常不会带来生命的危险。更重要的是，这鸡孔肯雅热的这个预后相对良好大多数的患者1周之内都会明显好转，而且这个急性症状会快速的缓解。虽然有30%到40%的患者可能会出现这个关节疼痛的长期影响，持续数月甚至数年，但这种慢性症状通常不会严重影响这个患者的生活质量也更加不会危及生命。那从广东省的这个疫情数据来看，情况就更加令人安心了。截至7月26号的24点，说有一组数据就今年广东省累计报告了是4824例鸡孔肯雅热这个本地的病例，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小，但关键的信息是所有病例均为轻症，没有一个重症就更没有死亡病例的这个报告。那这个数据充分就说明了鸡孔肯雅热在当前的医疗条件下是完全可控的一种疾病。当然我不是医学专家这只是网上的这个数据和信息，我只是从这个数据来判断，我个人认为这个疾病显然没有那么紧急和恐怖那对于鸡孔肯雅热的防控呢，国际和国内的标准做法主要是包括这个环境治理措施比如清除积水，减少这个伊蚊的滋生地。个人呢在防护措施方面包括使用驱蚊剂穿长袖的衣物及时就医，以及出现了这个发热和关节痛等等症状的时候，尽快到医疗机构就诊。患者管理呢就是对患者进行隔离，防止这个蚊媒叮咬后传播给他人，以及流行病学调查，跟踪这个密切接触者，了解传播链条。在这些标准的防控措施中，大家要看一个细节就没有任何一个措施涉及到这个要深夜强制抽血这样的极端手段呢。其实即使
对疑似病例你进行检测，那也合理哈。但通常呢，应该是在正常时间，在医疗机构啊，在充分告知的情况下进行啊。对，尤其还要当人家父母在场，对，尤其是监护人的面呢，当这位孩子的母亲把他们家的监控视频放到网上之后啊，就迅速引起了轩然大波。然后这件事儿呢，也在今天登上了微博的热搜第一，迅速引起了很多的各种讨论哈，支持还有反对的声音都非常的强烈，就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当然也有温和的中间派啊，中间派的观点就是心是好的啊，目的也是为了大家的公共安全考虑，只是做法呢让家长无法接受。毕竟呢孩子小，而且还是在凌晨熟睡的时候。想想就不寒而栗，你看这中间派都觉得不寒而栗，还是有很多人直接就是艾特这个词条发表不同的意见哈。可以看到哈，有一些人是支持这件事情的。从官方的角度出发呢，他们认为说啊，在面临传染威胁的关键时刻，公共的利益必须优先于个人的利益，这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在家长多次拒绝接电话的时候，因为我联系不到你嘛，那政府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必须要去保护更广泛的公众健康。而且这些支持者还特别强调了哈，说是48小时检测窗口的紧迫性，是没有办法等家长回来可能就超过48小时了，所以我必须得卡点，任何的延误呢就可能导致疫情的扩散，造成更广大的社会危害。这些支持者哈还指出，你看我也不是说自己跑得来的，有房东，然后有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有民警，这已经说是在尽最大化的可能确保了现场的安全，并且有民警的陪同嘛，也保持了这个治安，不会让孩子们感到特别的可怕。虽然社区的还有抽血的医生没有穿制服，但是呢有民警在现场就足以证明了这次行动是一个官方的性质。他们认为哈，在这种特殊的时期采用特殊的手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关键呢要看目的是否正当，而保护公共健康显然就是最正当的目的了。这些支持者还说到哈，你这家长打你电话一直不接，你这本身就是一个不配合防控的工作呀，而且你之前你小孩已经发烧去社区是吧，已经说了你小孩发烧，然后你还不赶紧配合来做抽血，那你这太不负责任了。政府的主动介入反而体现了对人民生命健康的高度负责。当然了，除了以上这些支持者的声音之外，反对的声音更加多元。首先就有法律专业的人士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角度就提出了异议，说除非是抢救生命的紧急情况，不然该法律第16条就明确规定了，对未成年人进行医疗行为必须要获得监护人的同意，如果监护人不在场，你也需要书面的确认。那基孔肯雅热像你刚才说的嘛，它的致死率呢不足0.1%，那显然不是属于那种非常紧迫要抢救生命的情况。但是更多的呢，普遍的老百姓大众就认为说，你们半夜跑进他人的住宅里面，没有穿制服，没有佩戴工牌，这种程序本身来说就让人觉得不寒而栗。而且对于这种儿童来说，他们怎么知道这些人的真实身份呢？你说你是社区的就是社区的吗？今天你房东可以带社区的人突然开锁进门，明天你是不是还能带一些坏人呢？如果坏人就要挟你房东必须开门，你是不是就把坏人放进来了？还有不能忽视的就是这个心理创伤问题专家就指出嘛，就说深夜你看被陌生人惊醒，并且强制又抽血，这种经历对儿童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心理创伤甚至可能会诱发创伤后的应激反应障碍那孩子们就可能对医疗行为就会产生恐惧，对权威人员产生不信任，对自己的安全产生怀疑。这种心理影响往往是一个长期的，需要一个专业的长期的干预才能修复。当然了，可能很多人觉得这心理问题嘛，这都是小问题，这是很多人的这种传统的一种长期的概念那质疑者还认为就说为了预防一种致死率极低的疾病而给这2位孩子造成这种严重的心理创伤，这种代价是完全不成比例的。而且这个时间选择的合理性也受到了一个广泛的质疑。那你看，既然这个基孔肯雅热主要通过文媒传播，刚才我讲了，那文字呢在凌晨1点30分的活动水平又那么低，那你在这个时间点采取紧急行动的科学依据是什么？而且质疑者还认为，就是完全你可以通过人性化的方式达到同样的目的比如安排专人在家长下班之后上门服务，或者白天到医疗机构进行检测。甚至我觉得人家家长如果明确表示了拒绝那你也没有必要在这样的一个并不是致死率极高、传染性极强的一个疾病的情况下，要求孩子必须要做这个抽血检测，这也是不合理合规的呀。对，不能绕过监护人去专门做。你说如果家长他表示了拒绝，你可以先做家长的工作。
你看这个肌孔肯雅热的传播特点就决定了，它不需要采用那么非常严厉的措施，而且呢，即便需要快速的检测，也应该优先考虑当事人对伤害最小的方式来进行啊。这个强制医疗措施应该是最后的选择，而不是这种首选的方案。对，所以很多网友就评论说，这是2025年的新闻吗？通过国际比较，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在不同国家在处理类似情况时的那个做法和经验。比如在美国涉及未成年人这种强制医疗检测有着极为严格的详细的法律规定。在美国大多数州将成年的年龄定为18岁，在此之前，未成年人的所有的重要的医疗决定都必须得到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同意，这是一项不可侵犯的基本原则。美国的儿童保护法和相关的州的法律规定，只有在几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能在没有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对未成年人进行医疗的干预。首先就是存在直接生命威胁的这种紧急情况，比如严重的外伤中毒或者急性的这个病症。其次呢，就是通过完整的司法程序要获得法院的强制令，这需要充分的证据和严格的程序。第三，就是要存在比如儿童的虐待嫌疑，需要紧急保护儿童安全的情况下。最后就是法律明确规定这个传染病的紧急状况，但即便如此也必须经过严格的这个司法审查和程序保障所以在这种传染病呢，咱就说这个紧急状况下那美国疾控中心呢，它是制定了详细的应急响应程序的。首先呢，会通过多种渠道来尝试这个联系家长，包括电话、短信、邮件、社区通知等等同时还会动员学校、社区组织等等协助联系。如果仍然无法联系到家长，会请专业的这个儿童保护服务机构来介入，由他们来评估情况并提供支持。只有在所有的常规途径都没有效果的情况下，而且疾病确实对公共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的时候，才会考虑申请法院的强制令。即使最终采取了这个强制措施，也要求必须有专业的儿童心理支持人员在场，确保将儿童的这个心理影响降到最低。整个过程都要有严格的记录和监督，事后还要进行独立的评估和审查。你看这么一大趟流程其他的包括日本加拿大、英国等等也都有类似的美国的这种对于儿童的强制医疗的这种限制和保护。那通过这些国际经验的对比其实可以看到几个共同的特点。第一呢，就是要程序正义优先，就即使在最紧急的情况下，也要遵循基本的这个法律程序和人权的保障。第二呢，就是这个儿童友好原则，所有涉及儿童的行动都必须考虑儿童的特殊需求和脆弱性。第三是最小干预原则要采取对当事人影响最小的方式来达到公共卫生的这个目的。第四就是必须有专业支持，必须是专业的医疗、法律和心理支持。第五是要有事后的跟进，要对受影响的当事人提供长期的这种关怀和支持。这些经验，我认为就一般咱们智商正常的人都应该能理解，这应该判断出来，这些经验是好的，是合理的，应该认真学习讨论其实这起事件的核心问题就在于个体尊严和集体安全之间的那个平衡。个体尊严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对于儿童来说那更是如此。在完全不知情、无法理解的情况下被强制抽血，这种经历对成年人来说可以说可能都是创伤性的，更何况对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儿童，而且还是在凌晨的这个深更半夜。是的，而且是一群陌生人跑到自己家里，就在自己的床前把自己从睡梦中叫醒，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他不是说在校园里在学校你说大家集体抽血，然后你说你家长不让你孩子抽，老师就强迫让你孩子抽，这起码是大白天，然后在学校里你还是觉得比较安全的。你这大半夜睡觉在自己床前被叫醒，这太恐怖了。个体尊严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法律概念了，它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你看这些事件就体现出来了，被尊重的权利、被告知的权利、表达意见的权利、拒绝的权利、获得保护的权利，在这个事件中孩子的所有这些权利仿佛在一个并没有那么紧急的公共安全预防措施之下被忽视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安全感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对于儿童来说更是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呢。那家可是孩子们最重要的安全港湾，是他们认为最不会受到外界伤害的地方。当这个安全港湾被外力强制侵入的时候，孩子们的整个世界观大概率会受到严重的冲击，他们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负面认知
那对于那位单亲的母亲来说，这个事件同样是一次严重的安全感的危机。你想，作为家庭中他唯一的成年人和保护者，他最担心的就是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孩子。当他发现自己不在家的时候，孩子在家里面遭受了这样的对待，你想他的内疚、愤怒和无助感是可以想象的。大家就想想，就如果就因为去过一次医院，孩子就在未经家长陪同的情况和许可的情况下被上门抽血，这对家长来说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儿。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肌孔肯雅热虽然它是一种确实需要关注的传染病，但它的严重程度显然不足以支撑如此极端的干预手段呢。这里存在一个基本的医学伦理问题啊，就是医疗干预的强度必须和疾病的严重程度成正比，这就是医学理论中的比例原则。所以很多网友就认为这起事件它就不符合这个医学伦理中的这个比例原则，没有那么紧迫性。更重要的是，即使确实就需要检测，也完全可以采用更人性化、更科学的方式啊。是吧？比如白天检测，提前通知并获得同意等等哈，而且要在正规的医疗机构，而非私人住宅中进行啊，由专业的儿科医生进行人员操作嘛。那为什么这个事儿就引发这么大广泛的舆论的讨论？就是因为每个人通过这件事儿都意识到，这虽然是一个个案，但是如果不得到认真的讨论和真正的反思改进，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对，都会胆战心惊，甚至就包括那些上门去实施抽血的你们这些工作人员，你们也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我相信他们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会有类似的遭遇。孩子、儿童，他们是最需要被呵护的娇弱的花朵，也是一个国家的未来。无论如何强调对他们的保护都不为过。其实不仅仅是对儿童了，包括成年人个体都应该给予最大的尊重，尊重个体，珍视儿童。应该是在现代的文明社会中刻在每一个人脑子里的声音。大家有什么想法和意见，也欢迎在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下期再见。